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狡猾间谍》。既然是间谍，取名的代号我就叫做007了。这款游戏是1989年东数出品的。故事讲述了某一年，一群恐怖分子入侵了漂亮国，挟持了总统，想要发射核弹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剧情，这也忒俗套了，是吧？你现在拍一个烂片儿，你都不敢使用这样的剧本了。但毕竟是30多年前的游戏作品，所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。游戏的操作方式非常像人间兵器，基本上遇到敌人你蹲下就能保证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全的。这里就是第一关的 BOSS 战了， BOSS 呢就是这帮小兵，清完了就算是过了第一关。这里还有地图系统。第二关是飙车呀，开着摩托飙车的时候呢，按上你的前车轮会抬起来，按下呢会躲敌方的一些子弹，按后可以稍微向后移动一段距离，但是往前呢顶多就移动到这儿了。另外摩托还可以跳，但是这样的关卡基本上蹲你就可以躲掉绝大部分敌方的攻击了，所以这个关卡呢还是不难的。后面的广告牌的彩蛋就是厂家的厂标了。这个厂家很多红白机时代的玩家应该比较熟悉了，它出品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游戏啊，重装机兵。对面开枪呢，咱们就可以按下躲开了。这个开车竟然开的是摩托车呀！鬼火少年啊，逮瞎户。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黄金枪，这个黄金枪呢是通过捡地面的道具 G 来进行组装的，大概是5个才能组成这把枪。组成了之后呢，它是限时的，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。这个机制有一点像前2天我给大家录制的超人平台的荒野双枪里边的神枪，就是这个机制，攒满了之后它自动就放完了就没了。第3关，这款游戏呢应该还是有日版的，我现在录制的呢是美版，美版可能是比日版少了1关。少了一个摩托车的关卡，美版是1个，日版可能是2个，所以说美版的话通关时间会更快一点。这个高低的台阶呢，其实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录制过的一款游戏，叫做《罪恶城市》，也是一款街机游戏。但这款游戏真的在操作上更加接近人间兵器吧。好的，我的黄金枪成了。这里呢是一个分支路线，咱们可以走下路，可以捡那个喷气背包飞过去，也可以走上路。黄金枪呢是穿透攻击，非常的猛啊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， 哎，砸了我一下，把我的枪砸掉了呀。砸掉之后呢，就可以和他拳脚攻击了。这个拳脚呢，攻击力比枪竟然还高。我本来以为呢是7步之外枪快，7步之内呢枪又快又准。结果啊，这款游戏7步之内拳头是又快又狠啊。我掉血了，在水里捡了个可乐喝，我就很想知道你在水里是怎么喝可乐的，而且戴着呼吸面罩。这就是 BOSS 了，但是这次呢他跑了，咱们主要打这个 BOSS 是一只大鲨鱼。还有2滴血，
屏幕的正下方就是咱们的血量，咱们血量下方呢就是 BOSS 的血量。我这里有车呀，我为什么要开摩托呀？好，背景有一个彩蛋，卡洛夫。卡洛夫相关的游戏也不少，有他自己做主人公的红白机游戏。我之前也做过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，卡洛夫呢是作为最终 BOSS。捡了一把冲锋枪，但是冲锋枪我不太爱用，因为冲锋枪呢，每次射击的话就是3发，一箭3发，所以说它的反应速度呢不如手枪。手枪每开一枪，你就可以回头或者移动，但是机枪不行，只能一次性把3发射完，才能开始下一步的动作。好了，这里 BOSS 战。这个妹子啊，我估计又是总统的女儿之类的，类似的剧情见过太多了。这关呢，我的子弹太多了，所以没舍得把所有的子弹放光。很多高手玩这关的时候呢，是使用的空手，因为你一脚就可以踢死老虎啊。以前也说了，这款游戏的拳脚特别狠，一脚相当于2发子弹，这个有一点不科学了，对吧？但是我800多发子弹啊，所以我就没舍得放。好的，也过了，把阿什利救出来了。我为什么要说阿什利啊？玩过《生化危机4》的都懂是吧？这关看起来是在矿洞里，但是这关呢往下的时候啊，你需要背板，就是你需要撞敌人啊，撞敌人之后呢，你会获得一段时间之内的无敌，否则的话你跳下来很容易敌方用子弹来接你，这样的话就会掉血。所以说尽量下来的时候呢，让敌人的头接你啊。被狗咬了，上一关呢我还掉到了尖刺里，但是上一关有血呀，这里也有。可乐的话应该是回3点血，不应该叫可乐，应该叫做能量饮料。比较难对付的敌人就是这种老虎，我等一个机会跳过去啊，尽量别和他打架。因为老虎呢用子弹打，有的时候有钢体的效果。好，这就是 BOSS 啊，这个 BOSS 啊虽然是地中海，但是他身怀绝技啊。好，大家看啊，他应该是有金刚罩，不止金刚罩啊，你看啊，命门啊就是额头。下身是无敌的，可能是练了金刚罩铁裤衩啊。谁的铁头功？那看起来是金刚腿了，这个头部无敌啊。这个地方呢是水下的关卡，那日版在这儿应该是多了一个飙车的关卡。水下关卡呢，一会儿咱们就要打之前跑掉的那个 BOSS 了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我把黄金枪集齐了。哎，被夹到腿了，还好呢，补了一个血。但是咱们的快速移动丢了，又有了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这把枪呢是限时的呀，所以说需要快点冲啊。得。快速移动也被浪没了。打 BOSS， 这个 BOSS 啊超级简单，注意朝他脸射就可以了，射击的节奏掌握一下。因为挨了一发之后呢，它是有一点无敌时间的。
好，这样就打完。这款游戏的特点就是所有的 BOSS 都超级菜。可能呢，老虎那里有一点难度啊。好的，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在操作上是有一点难度的，这里也需要背板。利用撞敌人之后的无敌时间骗过了尖刺。这个撞敌人呢和人间兵器不大一样，人间兵器撞一下也应该是掉血的，但这款游戏呢撞了的话不掉血。现在咱们血量不满啊，黄金枪满了。我想起了007大战金枪客呀，结果这里这把金枪是我拿着。好的，开始了喜闻乐见的 BOSS Rush 环节，请停止你的卡普空行为啊，或者说请停止你的洛克人行为。哎，撞了敌人一下，不过没关系啊。这里其实就是第一关的 BOSS， 全都是对方的小兵，然后呢是第二关的 BOSS。这个货呢，拳头是无敌的，但你拳头无敌没用啊，你又挡不住全身。老虎这里啊，拼手速吧，用枪打也能打，但是你要舍得花子弹。老虎直着冲过来的时候还是要跳一下的，因为在正面打呢，大概2发子弹才能把它打出硬直啊。又是这个金钟罩，这个功夫练的呀。你说你是有卖门的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卖门露出来？打他呢，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啊，叫做《鹰爪铁布衫》。好，这就是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一枪就挂，但是他面前呢有一个防弹玻璃，咱们需要打碎。这个防弹玻璃可能要打个6、7、10发子弹。好，这样就通关了。那其实我是比较期待这个画面的。通关之后，我数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，注意他的身上啊全都是口红印啊。那通关之后呢，就带妹子们兜风去了。啊，这个货是不是超载了呀？抓他呀！6个，身体是真的好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狡猾间谍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一款游戏再见。